那大家晚安，我是今天主持人 EJ，也是 MIT 道的 Marketing Team 的 Growth Lead。那现在呢是台北时间的晚上10点，就很高兴可以与大家线上相聚，然后也看到不少朋友陆陆续续的进来。好，那在开始介绍今晚的讲者之前，我想要先向大家介绍一下 MIT 道。我们是一个致力于培育 Web3 人才的社群。简单来说，我们就像是一个连接 Web2 到 Web3 之间的桥梁，然后把业内的专业工作者的一手实战经验分享给大家，那帮助想要进入 Web3 的产业的朋友，可以在其中找到资源，并且发挥自己的价值。那不论你是刚起步的新手，还是有经验的同行，我们都希望你可以在 MIT 道里面互相交流成长。然后串联起这个产业不同的专业背景的人才，一起推动产业的前进。那我们今天 Web3 的职涯系列分享讲座，非常荣幸可以邀请到 Josephine 蔡。那 Josephine 呢是资深的行销人，他的职涯呢都刚好在网络资讯产业。然后从2021年，他从 Web2 走向 Web3，然后是一个非常丰富经验的 Growth Marketing 的行销人。那除此之外呢，他也都在国内以及国际 Top Tier 的交易所任职过。然后他也是台北 Blockchain Week 的一个贡献者之一。那今天他会跟我们分享他在 Web3 产业里面担任 Strategic Market Manager 的一些实务经验和见解。然后除此之外，今天还有一个好康是 Josephine 特别加码的，就今天我们会赠出2张台北 Blockchain Week 的3日活动门票。那详细的活动办法我会留到最后才跟大家分享，我希望大家可以就是与我们共襄盛举到最后。好，那我就废话不多说，来欢迎我们今天的讲者 Josephine 来和今晚的观众简单打声招呼。Hello Josephine。Hello，能听见吗有听得见。？Hello，各位好，我是 Josephine。然后我今天简单介绍一下我过往在职涯上面的背景好了。我大概有将近7年的时间，就是一毕业的时候就进到台湾的广告业，然后也刚好在30岁的时候讲说我要换一个跑道，因为大概在2015年吧，我毕业之后，大概其实也算是整个互联网最蓬勃的时期。所以那个时候其实经手了从雅虎，然后到 Google、Meta 等等的市面上大家所熟悉的广告，那也包含像后续很火的可能 KOL 啦，或像是舆情分析啦，以及包含像是一些公关，然后操作等等的。那是刚刚提到30岁之后呢，我就进到了台湾本地的合规交易所，大概待了2年。那个时候其实刚好是在 NFT 很火的时间，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大概也陆陆续续大概合作了30几间国内外 NFT 的项目，然后去跟本地交易所去做合作。那2年之后呢，我就刚好有内推的部分，然后进到 OKS，然后目前也待了2年多的时间。那在同时间呢，因为其实在各个国家都有许多就是区块链周。那这个区块链周呢，其实我觉得大多都是大家对区块链有爱好的一群好伙伴们，然后大家所组成的。那台湾当然也不例外，所以我们大概有10几位的所谓的 contributor。我们分别其实有一些是在 Web2 工作，有些是在 Web3，那也有一些他可能是在做传产的等等之类的。那后续我们就自己成立了这个就是台北区块链周。那在去年呢，其实因为蛮多所谓的 AI 的项目，所以那时候也加了蛮多 AI 的一些赛道的项目进来。那今年呢，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台湾市场有关于 AI 这一块又更火了，所以今年呢，我们台北区块链周准备第5届了，那也将今年的整个的活动名称改为 Future More，然后台湾未来季。那刚刚也EJ 有提到，就是今天的分享当中呢，我们也会抽出就是我们三日的票券，对，那是免费的。好，这边大概是我的个人介绍。嗯好，谢谢 Josephine 的嗯介绍，让我嗯们对你的背景有更深认识。然后在一开始就是因为 Josephine 的职涯过程非常丰富，然后也是一路都算是都在大公司。然后我想说，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有一些是可能准备要踏入职场的新的学生伙伴，然后想要请教 Josephine，就是你的职涯过程是怎么样子，就是可以这么顺利的进到大公司，而且都是就是很知名的公司。然后同时也好奇，就是你在 Web2 已经在蛮龙头的产业了，那为什么会走向 Web3？就是这个中间是有什么样的契机，然后或者心路历程，可以跟我们分享吗？好耶，我觉得校园生活其实对我影响非常大。因为那时候大概大三的时候，其实我就已经开始有点焦虑，就是我未来的职业方向了。那时候其实我很明确知道我自己不想继续再去做升学，虽然就是
觉得好像自己没有那么适合读书。对，所以那个时候大概大三的时候就开始找了许多可以就是当 intern 的职位，然后那个时候包含从华硕的他也有办一个校园大使，那微软他也办了校园大使，然后我就自己个别就是把自己的履历整一整啊，然后过往的作品啊整一整，因为那个时候我自己还蛮喜欢去做美编素材的。那当然那个时候的美编素材，不知道各位年轻的一辈有没有听过，叫做 ELA 跟 Photoshop。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自己认为说，我应该未来就是会走美编啊、设计这条路吧。然后我想跟各位分享，我觉得在面试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非常的酷。虽然它只是一个实习生的职位，那我想分享我在微软那边当实习生，在面试的过程当中，因为那时候他们有3个职位，它大概会分成3个赛道，一个是就是偏向技术开发的职位，那第二个呢比较偏向美编，那第三个比较偏向行销。那对于十几年前就是大三的我来说，我不是行销背景，我觉得行销对我来说啊好远哦，就是感觉行销就是光鲜亮丽的，然后可能要有行销相关的学程，然后背景，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去投了美编这个职位。哎，好巧的，就是刚好也进到最后一关。那在跟那个面试官分享的过程当中，就是谈吐的过程当中，他反而觉得我更适合做行销。当然当时没有说很 E 人的意思啦，就是他们就说，哎，感觉你的个性比较外放，那对于行销理念跟对于市场上的看法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所以我就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就顺势的从美编的小 intern 变成行销的小 intern，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是行销这个种子就埋在我心中了。那后续的话，也在毕业之前，我自己也考了许多关于不是我自己本科的一些证照，因为其实我本身是淡江经济系，那大多数的同学大多都是进到银行、证券、保险相关这个产业。可是我自己知道，其实我不喜欢做那种传统的办公室这样的体制。那也因为在当时的时空背景下，互联网是非常火的，所以那个时候决定，哎，我就偷偷看履历，那拿着过往的作品集，然后跟过往实习的经验，然后进到这间大公司。那后续的话，其实我一开始也是从业务的角色开始做起，所以当然各位想的可能我们要去做陌生开发，完全没有名单的一个状态底下，所以在20几岁的时候，我觉得是我对我来说，对我人生来说非常的碰撞期，因为我没有相关的经验，我所面对到的一些行销的窗口或是公关的窗口，它可能相对来说都比我资深。可是也因为这个契机，大多数我们面对到的有一些传产，他们想做到所谓的数位转型，那刚好在整个政府的市场政府的宣导当中，也希望台湾的不管中小企业啦、传产啦，都可以去做到升级。那升级的话，他们第一个概念就是要做数位升级，不管是他们在自己内部的硬体系统，又或者是他们在对外的行销的一些策略上面。所以那时候的数位广告慢慢被大家所重视。那在2018年的时候，其实在这个台湾政府大多数的一些公标案啊，他们对过往可能都是做可能像是户外的活动啦、发传单啦，或像是一些看板广告。那他们慢慢也接受了所谓的数位媒体，像是 Facebook 啦、IG 啦这些。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有很多的契机去帮忙去投广告。那也因为政府他们慢慢需要像这样的人才，所以在我职涯后期的时候，其实也成为就是政府部门的一些顾问，去给予在数位媒体上面的一些建议。那刚刚提到，刚刚有问题忘记是什么了，整个忘记。就是那后来就是前面在 Web2 产业有那么丰富的经验，然后也一路做中学，然后累积对很多跨领域的经验。那是什么原因转换到 Web3？那这个中间的转折，对，哇，我的职涯其实有点抓嘛，因为那时候在刚刚提到在 Web2 产业大概待了6、7年嘛，适逢就是人生即将面临30岁的大关。然后再来是我觉得蛮大的重点，就是我们在很多职涯的一些导师当中，可能会分享说，我到底是要选我喜欢的工作，还是钱多的工作，还是离我家近的工作，还是我跟主管处得好的工作？就大家会有很多自己在职涯上面的喜好等等之类的。可是对我来说呢，我其实最大的首选其实并不是在薪资，或者是跟主管啊等等这一块。对我来说最大的就是我想要挑战很多我没有学过的东西。因为我们可想而知，即便在一个数字行销的领域当中摸了7年了，其实你该摸的也摸透了。所以那时候对我来说，我就觉得哇，好深哦！所以我那时候想换一个跑道。当然，那个时候我最后 final，我内心其实有3间的公司在选择。我现在依然的非常的记得，一间一样是台湾某间很知名的 4A 的
广告公司，那另外一间是我过往服务过的一个品牌客户，那它是电商。那第三个呢，很特别，其实那时候我没有特别去投入履历。那间的话就是台湾本地的，台湾本地那时合规的加密货币交易所。那时候其实我很懵逼，因为我大概在2020年1月的时候，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那时候我朋友跟我分享说：“哎，你有买加密货币吗？”然后我想说：“天呐，我这个朋友不会要骗我吧？”可是我感觉不像，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注册另外一间台湾本地交易所，然后自己花钱买了比特、以太跟狗狗币。那其实也没有花多少钱，我才花了5000块，想说算了，5000块就算掉水里也不痛不痒，那就算了。然后我就买了。哎，就没想到这个契机让我慢慢了解，就是对于这个产业，哎，它其实就像金融商品一样。因为我在大学也是大概在大3下大4的时候开始买卖台湾的台股，然后在大4后慢慢买卖一些美股的一些标的，所以对我来说，投资就是跟平常稀松平常的事情一样，所以我会去看财报啦，会看相关的一些新闻啦等等的。所以那个时候在30岁，隔了这10年当中，哎，我不知道现在的标的来了这么多元。那也是因为刚好，虽然我对币圈的资讯没有到那么熟悉，可是凭借我自己过往在台股跟美股的经验，所以我顺利进到了台湾这间本地的合规交易所。对，那也是因为前面2年的一个过程，主要都是负责算是因为台湾本地的交易所比较偏新创，所以基本上任何行销的事情从小到大你都要去做。你看到觉得哪里不够好的地方，你就提出来，大家可能也觉得 OK，那你就去做。那做的好不好呢？那倒是其次了，因为对于一间新创公司来说，有营收、有品牌曝光，其实都是品牌可以持续成长的一个方针。然后后来就进到海外的交易所。那在海外的交易所呢，其实那时候我是进到大陆的团队，然后那个像负责整个亚洲区的数位广告。对，那也待了大概1年多的时间，然后被调回台湾的团队，负责台湾整体的行销，这样子。嗯，有点长。不会，就是很完整的跟我们介绍了这转换的对，过程。这是你的心路历程，我想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很多就是都有一样的状况，就也许就是不一定是一开始锁定，然后而是就是在自己的生活当中，然后慢慢的走向 Web3，然后就是其实就是就是刚刚也有提到，就是你同时有待过台湾本土，然后也有待过国际的算是非常 top tier 等级的交易所。那我很好奇，就是从国内到国际日常分工，然后工作的 scope、组织文化等等，还有甚至你背负的 KPI，有没有一些显著的差异？其实蛮大的。我分享一个，我先插一个话好，因为我之前到学校分享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学生他在最后的时候，他问我一个问题，他问我说：“那假设未来他们毕业了，那么他问我说，我会建议他们去一间小间的新创，然后什么都学，什么都碰吗？还是去间大公司里面，然后当一个小螺丝钉？”他那时候问我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有趣。那也好奇大家听到这个问题，大家会怎么样抉择？但我那个时候就我自己过往经验，我就会推荐他，就是我会建议他可以去一间大公司当一个小螺丝钉。为什么？因为其实在于，大公司它一定有完善的体制跟制度。你不管在体制上面，或者是你在从上从下汇报上面，你会知道有什么样的 SOP。可是，在新创呢，基本上我觉得待过新创的人，或者是在新创工作的人，其实都要一定的自律能力，以及就是你自己有一定的能力，可以确保你自己可以做出产出。因为在新创公司，你很容易遇到你的老板，他可能是一个技术仔，可是这个技术仔呢，他对于他的产品他很有把握，他很有信心，可是他对于整个品牌的运营、整顿，然后整个部门的组织架构，怎么样去做延续，要怎么样经营这些公司，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大的课题。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在整个新创产业当中，我们都会说，可能活过2年、3年的，哇，已经很了不起了。那活过3年的呢，更了不起了。对，因为我觉得在一个新的品牌当中，其实你会需要非常多产销人、发财各个的人力去扶持这间公司。那这间公司你要持续的有办法去做运营，一定要不断的收入嘛，不断收入进来，那就有助于就是你整个团队当中你的人才的能力。对，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就会分享说，其实你最适合的是可以先到大公司里面去做任职，你自己待了可能2、3年之后，你有自己个人的经验之后，就可以带到可能像新创，然后去担任其他的角色。所以那个时候我在台湾本地的合规交易所的时候，就像刚刚提到的，什么都拿起来做，我觉得哪里不好的就提出。每个人都有自己在各个领域自己很擅长的地方。
那不管在大公司还是小公司，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跨部门的合作，因为对于像这样的一个金融商品，譬如说像我好了，我可能行销非常的熟悉，可是对于一个产品来说，他对于他在设计这个产品、规划这个产品，他有自己的想法，那他可能也做过了市场的竞品分析啦，做过竞品调研。那对于另外一个人呢，他可能是熟悉，他可能是在整个界面的 UI UX，所以不管在哪个部门，我们在可能产品上线的时候，我们都会去做一个事前的一个 test。比如说，好，对于假设我今天是一个陈小白好了，我的进入到的流程会怎么样？或者是我的进入到流程哪边不顺，或者是哪边可以进行去做到优化？这个比较像是我在台湾本地交易所可以第一线的去做反馈，因为我们台湾上就是只有在台湾市场而已，所以相对来说，我们不管在社群上面或在线下活动上面，可以第一线的去接触到我们的用户，那他们也比较愿意去做分享。那在大的合规交易所呢，其实基本上会有自己整个大品牌的设定的，譬如说好品牌色调，譬如说好我的品牌我的那个不管只是一个黑色，可是那黑色我就要校准到我那个色盘，诶，可能是井字 FFF0这种，就是我不能有一丝的差错。那当然，台湾本地交易所跟合规交易所，另外一个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工作内容就是工作的不同，就是你所面对到的同事也会有所不同。在台湾，你大多数基本上我的同事都是台湾人，可是在我进到国际交易所的过程当中，尤其我那时候是进到比较偏向大陆团队的，基本上整个团队大概20个人，只有我一个是台湾人，然后2个香港人，所以那个时候最需要遇到的就是跟不同国籍的人相处。然后对我来说，过往都是在台湾工作，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好紧张哦。就想说天呐，他们会不会觉得我是一个台湾人？会不会有一个什么政治上面的一个政治上面的一个就是歧视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所以那时候其实讲话也比较小心，所以跟同事也感觉比较有点疏离。那再来，其实我们在海外交易所大多都是远端，所以没办法第一线就是看到或者是跟同事们去做交流。这我觉得其实在一开始入职当中会有点不太适应的部分，可是也是慢慢越来越喜欢的部分，因为不用进办公室。对，是的。对，有收到很多就是想要跨入 Web3 产业的伙伴，都是因为很羡慕远距工作。对，那我想要延伸刚刚 Josephine 有提到的2个点，就是跨部门合作这一块。那就是尤其行销的角色，我想就是一定很频繁的需要跟不同的伙伴做协作，比如说产品啊、技术或法务。那我很好奇，就是 Josephine 在你的日常工作里面，就是最常协作的部门会是哪些部门？那你又如何在这些部门里面去维持你的高效，然后还有大家资讯对齐的一些一致性？这样。嗯，我觉得，我可以再细分2件事，因为在台湾所跟海外所跨部门做这件事情是有一个很大的差异化。对我来说，我觉得自由感是在数据上面。过往在台湾的交易所，在数据上面也可以很快的掌握到那些数据，然后可以针对这些数据去策划不同的行销方针，又或者是用户上面的受众分析。那你可以分得很细，然后可以分得很多的数位媒体的渠道，不管去做广告投放，还是去做譬如说 Line 的那种 chatbot 的植入型的沟通。可是今天在一间海外交易所，对他们来说，全球有这么多的用户数据，那他不可能马上提供给你。那其实我们即便是员工，他们也是非常小心这个数据是不是会有外泄的可能。这非常重要，因为其实我们会常常发现，哎，怎么好像有些交易所等等的，会发现有些数据怎么外流了。对，所以在这些大型的交易所来说，他们会更保护用户的个资，甚至是即便我们看，我们只是想要做一般的行销的一些资料而已。但是对我们即便我是一个行销职位，有时候在数据上面，我可能行销1到10分好了，过往可能在台湾交易所，我可以拿到9分的数据，9分的饱和的数据。可是，在国际的交易所呢，我可能只能拿到1成2成。那拿到1成2成呢，我就要去发想说，我只拿到这1到2成的这个数据，我要怎么样透过这1-2成的数据去规划我的广告、我的行销策略？这是我觉得蛮大的差异化的。然后再来是在刚刚提到就是在数据这一块嘛，过往我可能在台湾所，我可以自己去捞数据，自己去做分析，自己去做我自己觉得适合我自己日常所看的报表，自己帮自己做一个 dashboard。那就把自己看到的那个 raw data 变成自己习惯的内容。那在国际所，就像刚刚提到的，可能我要一个数据，我可能要特别去走一个审批啦，走一个申请，可能光这个数据下来，我可能就要等了1天到2天。对，所以它会有一个所谓的一个时间差。那在国际交易所还有台湾交易所，基本上我们都是在币圈非常
快速的时代，所以在这个时间当中，时间的安排也非常的重要。对，尤其我们又是在币圈，然后嗯我觉得另外一个点也蛮酷的是，我不管在广告业还是在币圈产业，都是属于很快的产业。过往在广告业，客户大多都是电商品牌，你每天所花的一分钱，对他们来说，我都要达成我要的 ROI，达成我要的转换的订单。那在加密货币交易所呢，基本上是讯息非常的快，那产品迭代也非常的快。那新的议题一出来，新的一个币的暴涨，你可能不快点去做活动，不快点去跟上时事，哎，你可能后天再做，这个热度，这个币价的涨幅就已经没了。对，所以我觉得不管在什么样的产业，我觉得效率这一块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对，嗯非常谢谢 Josephine 分享。那我自己个人也很好奇，就是像你刚刚提到，因为大公司对于用户资讯的保护会比较审慎一点，那你可能相对于原本在台湾可以拿到的资讯量没那么多，那你是怎么突破这个困境的？就是你在资讯比较少的状况下，就是同时就是随着我们现在时间点就是合规的这个标准越来越严格，就是你是怎么样还是持续的把你的市场策略在有受限的状况下，然后找出你的突破口。其实对于OKS 来说，就是合规是第一。那对于每间交易所呢，可能 KPI 不太一样，因为有些交易所就是，哎，我先抢占市场，我先干再说。而是 OKS 就是反向操作嘛，就是我们合规全球合规为主，所以就会像刚刚提到，即便这些数据呢，我要的更多，可是这些数据呢，可能会导致整个品牌的不管是用户数据的外泄啦，或者是在一些不合规的地方我投广告，那也是这整个公司是不允许的。所以对我们来说，好，这是一定是既定的事实了。所以我们就是用原本既有的数据去找更多厉害的媒体，因为过往在台湾的市场，你要投放的就是给台湾的受众。那这边台湾的受众，我们要怎么样去找？譬如说，举个例子，台湾使用加密货币的大概落在5%的一个用户，可是呢，相对应的就是一样都是在投资，在整个台股市场，将近有接近60%的人其实是有在去做台股投资的。那当然，最近那个行情更好，那可能又暴涨更多了。当然，开户的人变多，那在60%当中，可能是一个比较高的数字啊。你这60%当中，那有多少人去做交易呢？那先不论这个交易比率多高，从加密货币这5%到整个台股的60%，中间大概这55% 的 gap，其实都是我们可以去 target 到的一个受众。那甚至是蛮多的所谓的年轻人，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数据上面，其实蛮多都是年轻人他是很勇于进入到这个币圈市场的，他们也比较勇于拥抱这些新的一些投资标的。所以就变成是我们在投递广告的时候，在台湾就是好，我只要针对台湾这个市场。那我在国际所呢，虽然我那个时候被分配到的部门一样都是在华语市场，那我就要针对这华语市场去开拓更多不同的广告类型。在台湾的广告类型好了不起十几20种，然后再加上一些可能当地的一些，比如说财经媒体这些，然后去做投放、去做合作、去产一些文章、去产一些新闻稿。而在整个亚洲市场的媒体非常的多，那甚至在大陆来说又更多了，有许多的所谓的下载站、网盟等等的一些平台。那其实我们那时候就是要去开拓，也对我们整个转换来说有效益的广告类型。那可想而知，在这些大的国际交易所来说，就更卷了。就是我们要的其实不单纯只是品牌曝光而已，我要让我的每一个品牌曝光达到最高的效益。那这个效益呢，就是 ROI。那怎么去看这 ROI？就是我每发一笔广告费可以带来多少的手续费？已经在最底层了。你看整个行销 funnel，从第一个可能从品牌曝光，那这个用户看到广告之后，他去注册，注册完之后呢，他有没有办法进行就是完成 KYC？这是第2步。那他还要再去做入金，第3步，入金完呢，他还要交易第4步，第4步完之后呢，那他要怎么样持续留存在我们平台，持续去做交易？它其实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行销漏斗。对，所以我们在海外交易所的时候，就基本上我们可以触达到的广告媒体、广告商、广告的投放形式、广告媒体它的计价模式又更多了。对，那这是回应刚刚 EJ 所提到。那我觉得像刚刚提到的，合规这个真的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有时候就像刚刚提到，我们一切会确保合规，然后才会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即便有些媒体它可能没办法触及到很多很 solid 的用户，或者他所入驻的平台可能比较偏向灰产，那有些人都想要接触到灰产，因为灰产他们会觉得说，哎，这些灰产的用户，可能交易量会非常的高，或者他们比较勇于去做尝试，有人比较容易开杠杆等等之类的。
那当然，这用户我们也很想去 target，可是对我们来说，我们就是要先去舍弃，就是我也希望我们品牌露出的整个的氛围是在比较正向的一个平台上面，所以我们要自己去做拿捏，去自己去做取舍。嗯，是好诶，的，谢谢 Josephine 非常详细的分享。那嗯，也延续刚刚就是我们都一直谈到数据这一块，然后我也其实也注意到 Josephine 在自己的社群上面有 hashtag 是币圈的行销数据人。然后我在今天要访问 Josephine 的时候，也收到不少社群伙伴有提问说，很想要知道 Josephine 平常的日常其实关注哪些数据指标。其实刚刚好像也有帮我们带到。那就是想说，在更如果我们只选一个数据指标，然后它有点像是北极星的角色，就是有哪一个指标是你每天上班一定会关注的，然后而且这个指标对你来说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刚好提到，就是我们要的就是只有最后的 ROI，不管在广告业还是在币圈产业，那 ROI 我们最后要看就是交易量，那应该说手续费了，因为我们在自己的后台就可以看到，哎，整个比如说好台湾市场，比如说好前一天的交易量如何，那交易量会有不同的，比如说可能 VIP 啦，或者是一般散户啦，他们是买现货呢，还是开杠杆呢，还是开合约等等之类的，那它就产生不同的手续费，所以我们最终的 final 标准全部都看手续费，然后我们就可以来看我们的 ROI。对，了解。那我想嗯，延伸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就是你在嗯你在做这些策略的时候，就是呃，你有哪一个做法，是你觉得最能展现你这个策略性思考的一个案例，就是可以跟我们做分享吗？我觉得策略性哦，我觉得在币圈产业有一个很特殊的氛围，就是币圈其实整个氛围来说，非常的是 KOL 的氛围，就是好，这个 KOL 他是谁，他最近办了什么样的活动，那他的活动商不商，他最近在市场的知名度高不高，那他有没有被某间可能top tier 的交易所可能邀去什么 VIP 的活动啊等等之类的，所以我觉得整个币圈的对于小白来说，他们其实非常吃这一套，然后在整个币圈氛围来说，我觉得很酷的点是，大家好喜欢周边哦。大家会觉得拿到周边是一个，就是我可以上传，然后拍照，然后 tag 交易所，tag BB，我觉得这是一个币圈很特别的一个现象，好像拿到那个周边就好像自己变成 VIP，这个是我自己觉嗯得很可爱的一点。但我觉得这也是币圈自己创造出来一个生态，包含之前嗯从 NFT 那个时候，大家会拿着自己所买的 NFT 的项目，然后在社群上面分享。那刚好在那个时候，其实大家也知道，就是有那个疫情嘛，所以大家就是在社群上面更好的去分享自己的，譬如说，好，我买了哪个项目，它现在是多少，我买价多少，那它有什么样特别的一个 skin，所以大家其实还是很容易在社群上面去分享自己的观点跟想法的。那我觉得这也是在币圈当中非常好的一个生态。大家其实都会想说，为什么币圈会有这么多的 community，看那么多的一些书，那么多的一些 KOL 啊，或者 KOC，我觉得远一点是因为这个产业大多数其实我们没办法像传统产业或者是一般的产业，我们很好的在可能在台湾市场可以看到彼此，又或者在台湾可能有很多的品牌曝光等等的。所以在这些海外的交流所，我们就很珍惜大家可以在线下交流的聚会，嗯所以也延嗯。伸到台湾的台北区块链周，也非常欢迎大家来线上好好跟币圈人，然后或者是 AI 的去做交流。嗯，嗯，好，就是的，是刚刚 Joseph 其实也有带到一个 Web3，嗯算特有原生的文化，就是算去嗯中心化，然后社群感很重的文化。然后同嗯。时交易所，尤其是就是现在又越来越走向合规的路上，那你会认为就是在行销的思维上，去中心化、中心化之间要怎么拿捏它的边界和互补，然后来达到平衡？哦，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哎、这个问题很棒。我觉得有一个点就是，过往我觉得我是先从 Web 2到 Web 3嘛。那有些人可能一毕业他就想说很励志，他就马上想要进到 Web 3产业。可是就我来说，我会先把我们这个产业偏向比较像是金融吧，比较像是金融产业。那我觉嗯得它现在虽然我的工作比较像是就是在行销类别，或者像是 KOL 啦，或者像是跟一些节点合作，可是在我觉得在整个产业本质上面有两个蛮大的重点，就是我们像传统金融，其实可以去跟应该说我们去中心化的金融可以跟这些传统金融可以去学习的地方，特别是在风险控管，然后用户体验，或像是品牌的一致性，还有像是一些长期的品牌的运营，然后再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自然。
因为其实我们会发现，在很多币圈，不管是已经很顶级的交易所，不论台湾还是海内外，有很多的资产被窃盗的风险。大家都想说，哇，都已经那么大的交易所还会被窃盗，那大多数发现了，有些可能是人为疏失，那有些可能就是真的是被害、被盗，或者是等等很多种的原因。所以我觉得是在去中心化，我们这些譬如说我们这些海外交易所，很该向各个国家各地的银行单位或者金融单位去学习的地方。那也是我觉得这些传统金融单位，他们为什么可以那么好 keep 住大家钱的原因。嗯那就以这些国家本地的这些传统金融，又可以怎么样跟我们这些新金融去做学习或者去做交流的地方？我也觉得有几个点，譬如说，我们其实蛮重，像刚刚提到的嘛，我蛮重所谓的社群互动，我们可以把整个氛围带起来。那再来是我们这个氛围，其实大多数都在线上的平台，所以很多都是年轻人，所以资讯来得快，去得也快，所以我们的沟通的内容其实第一个非常多，也非常的及时。那再来是整个社群其实有很高的参与感，包含你们打开那个 X，很多的一线交易所的，不管是 BD 啦还是创办人，他们会在社群上面去回应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有还会有很多 AMA。对，还有 AMA，然后包含像是有些像之前有几个大交易所的大佬也有提到，就是他们也包含处理一些客服问题，那他们也要第一线去做解决，那这给人感觉就是一个哦，我可以找到人。那大家想象，我今天我可能台湾的银行，我可能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我要打客服，有时候客服可能转接非常的非常的久，没对，我可能错。自己可能打都快生气了，所以我觉得是两边去中心化跟中心化彼此可以去做一个交流的地方。那当然，在中间过程当中一定有受限于，就是不管是在可能整体的公司的流程制度，又或者是可能整个公司的规范吧。所以我觉得两边都有彼此可以学习的地方。嗯嗯，好，非常谢谢 嗯 Josephine 很精彩的分享，就是嗯每个段落我都就是好想要赶快记笔记。然后，那我想要延伸，就是也是跟刚刚前面的议题有点相关，就是其实刚刚有提到，就是在交易所工作，其实最重要的是交易量，但像现在。其实近期就可能市场相对低迷一点，然后我想交易所的业绩也想必跟牛熊波动会有很大的挂钩和关系。那在就是市场相对比较不稳定的时候，那 Josephine 的角色会透过怎么样子的沟通策略啊，或行销方式来去稳固用户对于平台或甚至是整个生态系的信任？我觉得有几个点，就是过往我们大家都会说，就是在熊市的时候，大家就是持续的去 build，然后去建构整个的 ecosystem。那在牛市的话，就大家都很 FOMO，什么都买，然后什么都赚，然后你看大多数的社群，大家都在晒单。我今天赚了几趴，然后看打了什么样的币，然后打了什么土狗等等之类的。那现阶段，我觉得在这时间点，其实有点半熊市的状态。其实你看各家的交易所陆陆续续推出了各家的自己本身的 wallet，然后或像是信用卡的部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切入点，就是即便我们这些所谓的新金融，或者是我们这些币圈的使用者，对于一般的 Web2 的受众都会觉得说，哎，我们很像诈骗，我们就是在炒币而已，我们就是一群很疯狂的炒币仔，很多会有像这样的名词贴在我们这个产业身上。可是我们这个产业呢，其实也慢慢想要去做到所谓的落地运用。所以像刚刚提到的，不管在支付、信用卡、wallet 等等的，其实都已经越来越想要在整个各个国家去做落地。对，然后包含像前年吧，我觉得应该说去年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有一个叫做 Stablecoin，就大家整个在台湾的政府啊，然后你可能走进超商看到一些可能货架上面的书，各个家的书都在讨论，就是所谓的稳定币，包含像在你打开 YouTube，然后搜寻稳定币，这些原本的台湾传统的媒体都找了台湾一些币圈的资深的 KOL 或者是讲者来分享什么是稳定币。那就于这个稳定币对于台湾的金融市场到底有没有必要，这是一个问题。那再来是，那这些稳定币由谁发？诶，这又是一个议题。那这也跟原本台湾本地的金融啊银行去做一个挂钩。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会有很多的冲突。可是这个冲突的过程当中，大家其实都在找到怎么样可以让未来台湾的新金融可以达到更好的一个方向。所以在邻近的不管像日本啦、新加坡啦，大家会彼此交流，然后去讨论相关的一些议题。我记得从2024、2025
在每年新加坡 Token 2049的时候，也慢慢越来越多讨论 stablecoin 的相关的一些议题，我觉得其实非常好的。那也蛮多台湾的一些政府的或者是一些KOL 去到海内外去做分享，我觉得那个观点其实是蛮好的一个交流。对，那包含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那个 A16Z，它其实也分享，就是接下来整个 crypto 市场会从整个机构啦、crypto 啦，结合 AI，以及包含像 stablecoin，会接下来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建设的方向。嗯嗯，感谢 Josephine 跟我们分享很多新的趋势，然后尤其是听起来就是在这种比较偏熊市啊，或者现在Josephine 用半牛市的方式来描述现在的状况，然后其实是一个非常好去建构应用层、基础建设层的时期。然后接着就会想要延伸，就以 Josephine 的产业经验，然后其实像现在刚提到的稳定币，然后以及就是前阵子可能到现在也还蛮多人在讨论的 role，然后以及现在 AI 的应用，这些赛道会变得越来越热门。那你认为就是交易所的市场行销重点应该要聚焦在哪一块上面？我觉得这真的都是每一步都是且走且看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在台湾这些国际交易所在台湾的行销，大家其实最近的方向有没有发现都是在打匹克球，所以连周边都是匹克球拍。我明天的公司 team building 也是打匹克球。对，所以包含连台湾本地的一些 KOL 自己也投资了一些可能匹克球场啊等等之类的，我觉得非常有趣。就是这个生态呢，就是现在活什么，我们做什么，就像之前的 NFT 的市场一样。我也可以分享一个，就是之前也有人，我记得应该是也是在学校的时候，就是反正那学生大概就问我说，怎么样去做 NFT 的行销？因为他经历过那个市场，经历过那个时期，可是他没有买，可是他知道大家都在说，那他说他那时候也不知道怎么样去购买，也不知道怎么样的入金，也不确定是不是诈骗，可是他感觉他身边有些朋友买，然后又看到那个 Max 大哥等等的议题，他觉得对这产业更惶恐。然后我就分享给他，其实，在那个时候，我还在台湾本地交易所的时候，其实我也不知道，一开始我也不知道什么是 NFT，可是随着慢慢合作这些 NFT 项目，从1个、2个、3个、4个的时候，会发现整个市场会照着一个 group 走。譬如说，好，我们可能要开 AMA，那 AMA 我们可能要找几个有趣的 NFT 的项目，又或者是支付的项目，又或者是交易所，然后一起来 build 整个活动。那整个活动当中呢，我们可能会有空投，那是空投币呢，还是空投NFT 呢？等等，其实大家会有很多新的行销的手法。所以在那个时期，大家一起就是抄来抄去，大家在火什么我们就跟什么。所以我觉得币圈其实好玩的地方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很常关注社群，当然这是其中一个原因所在。好，你讲到社群，就是我也想要再回扣到 Josephine，刚刚有提到，其实你在做台湾市场，其实很重要的一块是 KOL，然后以及就是建立产业人脉这一块，然后刚好就是台北 Blockchain Week，你也是其中一个贡献者的角色，然后我相信就是虽然你的工作听起来就是非常繁忙，就是要站在风口浪尖，又要懂趋势，然后又要跨部门协作等等，但你还是就是在工作之余投入台北 Blockchain Week 的协作。那很好奇，就是你在这个里面是什么样的契机加入，然后同时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然后以及这个工作这个贡献者的角色怎么样子帮助到你的正职工作产生一些化学效应呢？我觉得这个很特别的是，我那时候其实单纯就是我很喜欢币圈，然后那时候也在应该说那时候在 NFT 圈也比较活跃，所以那时候刚好团队的人找我，然后他们就问大家盘点一下各自的资源可以做什么，然后刚好我就是比较负责 KOL 这一块以及人脉的部分。然后我想分享，就是我从毕业之后，我基本上每年至少会花大概至少2到5万块台币左右，然后去外面学习。那学习的类别呢，其实不会只有在原本，譬如说可能行销啊这块的领域。我分享一下我之前上过一个我觉得我最喜欢也最跳痛的一个外面的课程，叫做专案管理。我觉得那时候我大概28、29岁吧，然后那时候就觉得，也带了团队，然后慢慢想知道就是怎么样去做经营管理，然后有点迷茫，所以那时候想说，我不想再学行销层面相关的东西了。然后我就大概看了一下现在市场在火什么，或者是有哪些领域我是比较不了解，然后我想花时间一个很长很长的时间，我可以花时间好好去做研读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很古早，我就那时候就看了专案管理，然后发现其实
专案管理当中，它其实有一些在于管理或在于整个产品啦、活动啦、制度上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 SOP。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去报了专案管理的课程，我记得大概上了3、4个月还是半年左右吧。那包含后面也要考试，然后就真的一下班马上就是不加班了，直接跟组员说我不加班了，我就要去上课。一个礼拜大概上了2到3天嘛，然后就跑到北车去上课，然后真的去拿着那个就笔记本啊，然后去听老师讲市场上的案例啊，跟他们在业界当中有什么样的产业，他们要怎么样去解决个别的一些问题，以及在他们整个公司来说，譬如说好非常大的一个集团，他们怎么样去做公司治理。对我来说，那我是过往不管在学校或者在我的职涯当中是很难学到的一些 know how。嗯所以也是从这过程当中慢慢觉得，哎，好，我觉得我对产业很有兴趣。就像刚刚提到的，我每年会花大概2到5万去做学习，不外乎只有在我自己所学的专业当中。即便像之前我可能觉得我已经在行销产业做了6、7年了，可是我直到现在为止，我还是会去外面上相对应的一些行销的课程，然后或者是一些可能 KOL 啊等等的一些领域。然后我也分享一下，像我昨天也去上了一个课程，然后他是讲 AI 的。那这个 AI 的，我觉得非常棒的是，这个分享的主题刚好他第一 part 请到了业界的老师，那第二 part 呢，他就请到在大学教书的一个教授，我觉得很棒，因为现在大学的教授已经有在研究这么新的领域了，然后我就很羡慕现在的大学生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课程可以去上。所以不管在这些课程当中，又或者像我自己其实很喜欢去参加一些所谓的像创业小聚啦、媒体小聚啦，或者是我自己在 IG 上面可能看到一些有趣的活动，我自己都去报名参加。所以在这个活动的过程当中，可以慢慢累积自己的人脉。那这些人脉呢，你可能在当下你不觉得它会是一个有办法实质转换的，或者是有办法会有一个很有强连接的人或者是品牌。可是当你的人生你收到那些名片啦，或者是你的交流一个 connect 越来越多的时候，你会知道，诶，这个产业它大概第一个它在做什么。那这个产业如果接下来我在 t e l e b o t r o n 我有需要的话，我可以怎么样跟他去做询问？我觉得这个是我在慢慢累积人脉过程当中，可以把它运用在t e l e b o t r o n 的一个地方。嗯，好，感谢 Josephine 的分享。然后其实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然后我想要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就是Josephine 在进入 Web3 产业，然后甚至到国际顶尖交易所做市场策略啊，然后行销这块的经验，然后其实是可能今天参与者都非常向往的。那对于这些想要进入 Web3 产业的后进，你可不可以给我们3个具体的建议？我想想嗯这问题好。我觉得我先讲第一个好了，就是当你今天想要进到币圈的产业的，应该说大家都蛮想进入到的吧。我在想，因为每次我出去，大家都分享说，那你们是不是很爽？你们都远距，所以大家对远距这个好像会是一个很迷幻的一个地方。可是我就会分享，就是那就是你的资历要够。然后我在入职的话，我觉得会，譬如说，好，我们要找工作，我们可能大家都会从 LinkedIn 上面找。那我觉得有一些比较可能 Tier Two、Tier Three 的交易所，你可能打开履历之后，发现它的履历内容哇，讲的洋洋洒洒，可是我好像没有做过怎么办？那我是不是就没有这个契机了？对，嗯没有这个契机的话怎么办？其实我那时候都会说，如果你看到上面的 LinkedIn 上面的资讯，那一定会有相对应你需要做的内容嘛。如果你大概看有7、8成的话，你都可以自己去偷偷看，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是我之前也发现到，在社群上面有一些可能刚毕业的人，他过往就是他觉得他自己很有社群的经验，可是他对于整个交易所的工作，他并没有过往是没有任何的职涯经历的，所以他慢慢在分享说他在各间交易所他投履历的过程，然后他过往做哪些事，结果呢，他也被一间交易所后来录取上了。所以社群的影响力是有办法去做推荐跟影响的，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比率这一块。再来第二个呢，我想想，嗯，持续看新闻吧。我觉得在这个产业其实非常的快。然后之前我在学校分享的时候，以及在政府单位分享的时候，我会分享说你有哪些资讯你可以持续去做关注的，可能包含像是一些币圈 KOL 的，他们有自己的 YouTube 或者是社群，或者是一些媒体等等的。这些媒体呢，其实我都会跟他们分享，就是你就看最近的新闻，因为他们曾经问我们说，譬如说好，这个很有名的 KOL，他前面有好几集、100-200集的这个影片或者是 Podcast，他就问我说，那我要从前面开始听吗？我才可以完完全全了解这个产业吗？我说千万不用从零开始听，因为过往你看的之前，可能过往前几年的资讯，可能第一个现在已经完全用不到，这个技术用不到，或者现在不再火这个了。当然有一些品牌的或者是专用名词，你可以自己去做恶补，但
如果你接下来你要慢慢了解到这个市场，就是看最新的新闻，看最新的报道，然后慢慢自己去做研读。那当然，像现在 AI 的东西其实非常多，有些用词大家可能讲的一些用词你不太了解的话，你也可以透过 AI 的方法，然后去做了解。对，然后再来是我觉得第三个吧，就是大家会想说，我现在进到这个产业会不会太晚？我觉得这个产业现在就像 AI 产业一样，就是永远都不会太晚，因为币圈还是很需要相对应的一些人才，而且是各个人才。就像刚刚提到，一间公司它一定会需要产销人发财等等这些的一个人力去做延伸，所以原本你可能专业只是你是读法律的。那现在也非常需要，因为其实在整个币圈来说，最需要就是合规。那合规又细分很多，有可能包含 KYC、KYB、AML 等等之类的。所以过往的经验其实慢慢累积。那我觉得大多数的交易所还是会希望会有相对应的一些经验，所以可以在一些可能本地的，不管 Web2 或 Web3的品牌，可能先去做一下琢磨，也累积一下自己有什么样的工作经验。那这工作经验是你可以直接把它带到 Web3的工作上面去做应用、去做发展的。对，嗯好，谢谢 Josephine，嗯。精彩和无私的分享。我觉得今天的分享就是每一 part 都让我很受用。那接下来就是我们把时间留给现场的观众朋友，然后来看就是大家有没有一些想要请教 Josephine 的问题，然后可以按下左下角的麦克风。欢迎提问任何问题，因为之前去学校的时候，很多任何有趣的问题都被问过，我也很好奇大家的问题是什么。对，Josephine 真的是就是随便问就可以讲出好多自己的贴身经验，然后第一手的观点，所以就大家要把握这个时间。那有一位举手了是吗？我们有哦，他是大头贴上面就是要不我们就逼问他一个问题，大家很紧张。是停云吗？就是大头贴上面有手的伙伴。说他下一个直接下线。好，没关系。嗯那我想要就是我自己提问好了，就是像 Josephine 刚刚提到的，就是你其实你在这个职业的过程中，就是不断的持续学习，然后吸收新知，然后尤其是 Web3 的产业变动很快，然后尤其甚至大家有一句行话就是币圈一日，然后人间一年这样，然后所以就是在资讯变化这么快的状况下，你是怎么样子去筛选自己的资讯，然后甚至解决资讯焦虑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我现在其实也非常资讯焦虑，可是对我来说，我现在的资讯焦虑比较偏向是在 AI 产业，因为每天在可能刷 IG 啊、刷 t r a 啊等等之类的，或者 YouTube 上面好多那些资讯的迭代哦。可是我自己会整理一个，就是譬如说像我最近想要了解预测市场，我就自己叫了 Hermes，然后自己请他每天关注3则在 Polymarket 上面最火的资讯给我，所以基本上我每天就是看那个资讯。不然我觉得对我来说，第一个 Polymarket 的网站好多个议题哦，那我也不确定哪个议题其实是最有趣的，因为大多数他们所分享的市场可能大多都是在欧美，可是我又想了解，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去做了像这样的一个每日的报表给我。对，所以我觉得资讯焦虑对我来说，哇，这问题可能可以问下一个分享者。我也好奇这问题该怎么样解决，我现在是一个非常焦虑的状态。好，对我觉得这个是就是这个时代大家在共同学习的一点，尤其是就是 AI 来的太快，就我觉得 AI 带来的大家的焦虑感又更提升了。好，那还有没有就是现场的伙好，伴？9M 吗？对对对，好，你好，Josephine，我是 Joanne。然后我想要问说，就是你身为在当策略经理的这个职位的时候，然后针对不同的交易所，像是新创交易所或是比较成熟一点的交易所，在这个工作之间会有什么样的差异？我分享一个，就是OK，相对来说可能资源会比较多一点，可是各间交易所已经看到目前市场上，不论是刚进来的，或者在台湾上很久的，其实大家最终目标都会是希望会有交易量。那更尤其是在刚进来的交易所，大家会找很多 KOL，然后去做合作。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今天在台湾的这些台湾员工这些职位啊，大多数你们市场上所看到的都是 BD。那这些 BD 就要去联系各个
这个不管 Web2 啦、Web3 的KOL，然后他们去评估说怎么样的合作方式他们会接受。因为我觉得在这个时代，KOL 他们其实自己也在做选择，这么多的交易平台，他为什么要跟你们合作？那他的可以拿到的手续费返佣趴数大概多少？他可以怎么样可以得到更多交易所的支持？所以我觉得这个品牌，它这个对于 KOL 来说，它其实也是算是双向的。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如果要进到这个产业，最底层的需求就是好 就是你要去进到这个产业，认识很多的人，所以包含可能线下的活动，那不一定是台北 Blockchain Week，有些可能各间交易所办的线下活动，你都可以去做参与，然后去做报名。然后再来就是因为刚好自己身边有些朋友反而很低调，大家可能台面上面看到这些 BD，好像大家也会以为只有这些人，可是有些人有些背后的或者是一些可能比较偏向内勤的人，他们不会去跑这些所谓的社群。对，那我觉得这些活动，你可能在一些很比较专业类型的社群才会遇到他们，譬如说像 East Taipei 这种的，你就会看到遇到一些可能是工程师啦，或像开发者啦，又或者像我之前可能就是比较做像后勤啊、广告投放这一块的，比较不会像一般的 BD 跑来跑去。虽然我自己还跑来跑去，对，所以我觉得大多数就是你要去有第一个人脉的连接，然后了解这个产业有谁是 KOL，然后再另外一个部分的话，我觉得蛮特别的是，我自己也会觉得在币安他们的行销模式其实已经在了另外一个阶段了，不管在台湾市场的行销还好，他们找的 KOL 呢，可能也比较偏向比较出圈了。那做的活动呢也比较偏品牌，所以在每个项目一定大家都想要生存，可是一定会有自己想做的事情。那当然，现在整个在台湾的氛围来说，就比较可能是像刚刚提到在打皮克球，对，所以就跟风走吧，就是这个产业也很有趣，谢谢乔斯菲。好，那还有没有线上的伙伴有任何问题？ Hello，可以听到吗？哦，有，可以请举手的庭云。嗨，对，就是我。然后就是我就回应一下刚刚那个关于资讯焦虑的部分，就是我也没有办法，就是提供更多的建议，因为我每天也蛮 formal 的这样。对，然后就是今天比较好奇，想要问 Josephine，因为 Web3是一个去中心化的产业，然后你在执行市场策略的时候，你会怎么平衡全球统一品牌形象跟在地化的社群经营？谢谢。我觉得这个很特别的是，因为在整个 OKS 来说，其实有分欧美各个国家，然后以及华语各个国家，然后还有当地各个国家的行销。所以你们可能过往看到全球的品牌形象，可能没有跟一些 F1 啦，或者像是足球啦品牌这些去做合作。那这些都是整个品牌策略部门，就是海外的欧美国家的品牌策略部门，他们去做规划的。那台湾本地呢，我分享一下，就比较偏向台湾本地的，譬如说好财经的媒体会去养一些所谓的 SEO 的文章内容以及新闻稿的露出。那当然也包含这些 KOL，不管在 YouTube、Podcast、IG 这些的文章的一些露出。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今天未来你想要去走到整个，不管在台湾还是海外交易所的话，第一个要先识别的就是你的 KPI 是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我刚进公司也会觉得说，好，我今天这个职位。即便我是在大陆部门，可是我会以为我这个角色我是台湾人，所以我连台湾市场的行销我都要全部 involve。可是，在这些国际交易所，他们即便你很有能力、很有才能，可是他们在职能跟职责，然后跟划分上面，其实划得非常清楚。有些你觉得你可以做，可是基本上那可能是别人的工作，就是你不用去做到这件事情去击破。所以像那时候我刚进到公司的时候，就觉得说，我觉得台湾市场可以怎么样做会更好啊？我其实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可以更快达到更好的目的，或者是可以快点超车到某间交易所的那个市场的份额。可是这时候就其实很尴尬，就是你要去区别，就是这就不是你的事，你就别做了。对，这我回答到你问题吗？我好像有点忘记你刚刚问题是什么，不知道有没有 miss 掉。那我没有，就是你的平衡，就是品牌形象跟在地化这样。对，谢谢你。对对，谢谢。好，我也补充一下，因为那个我觉得像刚刚提到的，其实合规非常重要，所以有时候你真的有时候你很想做某些事情，可是你都会因为合规的问题，所以碍于合规问题，你没办法做。当然，你整个市场上会说，最近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很火啊，你们为什么不做？就像之前就遇到像这样的声音，可是对我来说，可能就是会跟他讲说，就是有一些内部政策的一些问题，所以暂时不做。对，了解，谢谢你的分享。谢谢。好，
那我们今天提问时间就到这里。然后刚最一开始的时候有提到，就 Josephine 有为我们今天的活动带来好康，然后我们会有机会就是今天参与的伙伴们，就是我们可以获得2张台北区块链周，然后也就是在2026年9月我们更名为台湾未来季 Future Mood 的活动的两张3日自由进出门票。那我现在就要来公布一下我们的就是活动抽奖办法。那抽奖的步骤很简单，就是我们今天的访谈的内容，我们在明天会上传到 MIT 道的 YouTube。那要请大家就是帮我们到 MIT 道的 YouTube 找到我们频道，然后并且开启订阅、按赞、小铃铛，然后找到我们这支影片之后，给这支影片1个爱心，然后接着呢，在这支影片下方留言你今天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或者是你的心得和收获，就主要就是这3个步骤。第一个订阅，然后第2个按赞，然后第3个留言。那我们的活动时间呢，会到6月14号的晚上23点59分截止，然后6月15号会抽出2张票券的幸运得主。那趁大家现在还记忆犹新，然后听的可能内心很澎湃的时候，可以先把就是想要写下来的内容记录下来，然后明天呢就帮我们到我们 MIT 道的影片下方留言。那届时呢，我们会在6月15号呢，在我们的 YT 的社群贴文，然后以及我们影片的置顶留言公布最终是哪2位幸运儿得主。那由于我们活动是9月正式开始，所以我们大概是在8月左右呢会释出门票。那届时就是也要请我们的有参与抽奖的伙伴，就是留意一下，就是中奖到时候领取就是也要主动与我们联系。好，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呢就差不多到这边，就是非常谢谢 Josephine 很无私的分享，然后我自己觉得很精彩，也收获良多。那就是很谢谢大家今天线上与我们共同相聚。那也欢迎大家呢在会后可以追踪 MIT 道的社群，我们有 LinkedIn、X、Instagram、YouTube 以及 Threads， 然后可以随时掌握我们 Web3 职涯讲座最新的资讯。那未来我们也会邀请更多像 Josephine 一样专业，然后又乐于分享的讲者，来分享自己不论海内外 Web3 的工作经验、职涯故事以及挑战和成功秘诀。那我们的内容也都一样会上传到 YouTube 频道，你可以随时分享给你身边向往高薪远距的 Web3 工作的朋友。那我们今天再次谢谢 Josephine 的分享，然后以及今天晚上谢谢大家晚上的参与。那我们下次线上见喽，大家晚安，拜拜拜，谢谢 Josephine，谢谢 EJ，拜拜，谢谢大家。